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呢这个 ANST 的资料集呢，怎么样实际运用在 TensorFlow 的神经网络上面哦。那我们前面呢已经透过这个 TensorFlow 它里面的这个 Keras 啊里面的这个 dataset 啊，重新去取得我们的 ANST 的资料集啊，因为它基本上它已经帮我们分类做得很好了，所以你把资料取下来之后，它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它里面分了2份资料哈，一份呢是这个我们的这个 training data，一个是我们 test data。那对于 training data 也好，或是 test data 也好了，基本上它又在帮我们切好我们这个 X data 跟 Y data，也就是说这个 X training 啊 Y training 以及 X test 跟 Y test， 在 X 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这个图像资料，然后就是2828784的图像资料。那对于这个 Y data 这个 Y training 跟 Y test 呢，基本上就是我们实际上的这个答案。好，那我们这个资料呢，要在送到我们这个神经网络模型之前啊，必须要先做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资料需要先做一次这个资料的这个整理哈。对于我们这个类神经模型来讲，我们的资料进去的必须是介于0到1之间嘛，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原始资料原本它的这个灰阶图像是0到25，我们要让它压到0到1之间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就直接除以25就可以了。好，那对于它的那个 Y data 对于它的那个答案呢，它本身就是，例如说你的这个图像是5。它直接写一个5啊，这个5呢是没有办法直接对应到我们那个神经元上面，必须要把它转换成神经元的形式啊。你要转换上去呢，基本上你就透过这个 one hot encode 的方式再去做。那在 TensorFlow 里面呢，它已经帮我们准备好这个方法，所以你就直接把你的这个 Y data 放进去，然后呢，直接把你要的这个神经元数量直接跟他讲。例如说我们现在分10类嘛，所以我们就直接把10写进去。好，那在之后的应用，例如说如果人家去区分那什么 A 到 Z 的英文字母的话，要分几类啊？就是26类。这时候 one hot 就把它设定成26，它就直接帮你规划好，直接规划上去哦。好，这个资料的前处理没有问题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是要继续来去建构我们类神经网络嘛。这个 TensorFlow 建构方式，其实我们在前面已经有讲过了，所以你可以把这边当做复习再看一次哈。好。如果你要去建构类神经网络的话，当然要先把 model 宣告出来。好了 ，model 等于什么东西？等于我们的这个 TF TensorFlow 里面的 Keras 的 model 里面的 sequential 啊，因为我们用的是什么东西？我们用的是序列模型啊，序列模型。这个地方呢，我们之前有看到了，我的 input 呢，它是784，所以我就可以设定一个 Keras 的 layer 的 input 这个方法是没有错啦，不过。通常啦，我们这个形状为了要比较容易这个下去做出来，通常我们是直接设定 input 的这个 shape 是28×28，因为你未来有可能会遇到什么1020×768啦，或者1280×720啊，或者是1920×1080。好，这个时候就不要再用计算机自己算了，直接用 input shape， 然后搭配什么方法？直接搭配它输入的这个展平层直接透过展平的方式，它会直接帮你把你的资料维度转换成什么？转换成一维。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直接。TF Keras layer， 然后直接用展拼，然后把你的 input shape 把它28×28把它放进去，这时候它就直接帮你建构出来784一维，780一维。好，接下来呢，我们这边也是做很简单的，就是我们输出的基本上说 dense 成10个结果。这个10呢 ，dense 是什么意思 ？dense 的话基本上是帮你产生10个帮你产生这个10个神经元。这10个神经元它会往它前面那一层，前面那一层是什么？前面那一层刚好就是在我们画面上这个展平层，它会往前面去连。好，所以呢，784的所有的这个权重全部会连在这个 dense 的这个10个结果上面。好，所以呢，这个连完之后像它就是我们这个序列完成之后呢，我们要去看一下模型到底对不对，我们就会去做这个 model 的 summary 嘛。model summary 之后呢，它就会直接把你这个模型的这个样式把它输入出来。所以在我们这个 summary 上面可以看到，有一个展平层，它的输入呢是784，它到目前为止它现在目前没有使用到任何参数量参数量目前是0。好，接下来呢 dense 是10个结果，所以它会把784接上10，然后就是7840嘛。7840这个10呢，它自己本身也会有一个加总值的计算，所以这个10个神经元自己要算进去，就是7840加上10就是7850。好，所以在目前这个模型里面目前模型的这个参数量的话就是7850个。好，不过它这基本上还很贴心，会帮你留那个目前这个计算的时候，它到底会花多少容量你后面如果说你的模型越大的话，这次不是用 KB 在算可能就是用 MB 在算的好，这里的网络模型呢，我们就直接进到我们 Colab 来看一下来，它的建构方式就是我们建 model TF Keras model， 然后我们的 sequential， 然后我们决定好我们这个输入长什么样子就28×28这个 input 的这个样式，然后去做什么？做展拼。做展拼，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接下来它下一层我们接什么东西？我们就直接接一个 dense dense 在10个结果，它这个10个神经元会自动的透过这个 dense 跟前面去做相连接，跟前面下去做相连接。我们看一下它的摘要好，这就如我们刚才所讲的啦。在这个展平层上面呢这个28288784
因为它是第一层啊，所以它本身没有带任何的参数啊，因为它在它身上本身也没有东西给它啦啊，因为我们只有 input 的 data 会给它而已。好，然后对于这个 dense 来讲呢，对于这个 dense 来讲，我们是会有10个神经元，只是这10个神经元呢，它的参数会直接跟前面的780全部去做对接。对接就会有7840个7840个，接下来再加上它自己本身的10个就会有78007840加上10就是7850，这7850是这样子来的好，所以呢什么叫总参数量？总参数量是在它模型上面的每一层的参数量下去做加总，做加总，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第一层是没有东西的，没有参数量，所以它的总参数量目前还是来在7850。好，这个模型定义好了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要去做训练那在做训练之前记得你要去决定什么东西？你要去决定你的损失函数跟最佳化方法因为不同的损失函数的计算方式跟不同最佳化方法的计算方式如何去做权重修正，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早期如果是我们自己去做设计的话，这个公式自己要很熟悉考试就考公式而已啦好，在这个地方呢，因为其实这个要把公式转换成程式码，基本上它也是会花一些功夫在上面，你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在上面去做转换。那在转换的过程中呢，这个也有可能不小心写错了不过这样都不用担心我们就直接交给 TensorFlow在这个地方呢，你的 Model Compile 的最佳化方法有非常多你可以看我们前面的简报，我们提供非常多方法这个方法呢我们这里我们就先选 ADAN 好，这个是它修正权重的方法。接下来呢，我们要去查看它的这个输出的值跟实际的值或者说它预测的值跟我们的标准答案落差到底有多少反正他做的事情就是他把他的这个标准答案减掉我们这个预测的值看它的这个距离到底有多远记得如果说它非常贴近的话，减起来基本上应该要趋近于零那在这里 loss function 方法选择也很多，我们就直接选 NSE 最简单的方式然后这个检视值看你要不要去做输出因为我们像这边习惯，通常我们都是会观察一下它在训练过程中呢，它的准确率到底有多少这个其实有一些情况它的这个 loss 值表现不对loss 值表现如果很好的话，准确值绝对会很好可是在有时候呢，它这个 loss 值它学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没有办法再下降我们有时候也会观测一下它的这个准确值到底有没有来到一定的水准好，总之呢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拿来做参考的。好，我先编译一下。好，那编译完了好，接下来呢，基本上我们就可以开始下去做训练了我们回来看一下简报编译的话刚刚这边已经讲过了，就是设定的最佳化方法以及你的损失函数我们首次尝试啦，应该说作为 Hello World 的话最佳化方法都选 ADAN 损失函数的话都选 NSE 好，那模型训练的话就是使用 fit 这个方法fit 这个方法。那在这里面呢，它在 fit 的时候你要提供几样东西第一个是输入端的资料就是 X data 然后以及输出，因为那个输出基本上它要跟它预测值下去做它的那个相减要去确定说它的误差距离到底有多少，所以你要给它 Y data你要给它 Y data 好，最后一样东西要给它是什么东西？你要去跟它讲说，我的这一份资料，你的圈内 data 总共有6万笔6万笔呢，它全部考完之后，一题是一个题目啦，全部考完之后，6万笔考完之后，就是它完成一份试卷。这个试卷呢，就是完成一次的 epoch。那它这一次考完之后，是不是就很厉害这个模拟考没那么厉害模拟为什么叫模拟考？模拟考就是要多考几次啦如果说它考试的这个效果不是那么好的话，那你的 epoch 呢，可能就要多4个计算。在我们一般的实际运用里面呢，至少会来个2000次，可是2000次实在是跑太久了啦有时候看它效果不佳的话，我们就立刻把它停起来所以呢，通常我们 epoch 在前面测试的话，来个5次5次觉得还可以的话，就来个50次，50次 OK 的话，就来个500次那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子像我们的习惯可能是先5次、10次，10次可以就上100次，100次可以就直接上200，200可以就上500，500可以就上1000，1000可以的话就2000次看看，2000可以就直接上5000。好，就算经验谈就是根据你实际上的这个训练这个通常你会自己找到一个这个规则然后适用于你自己的这个使用环境。好，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它实际上会怎么跑来，这刚才我们已经 compile 过了来，接下来呢，我们在 Model Fit 里面就把 X training 就是你的这个输入端的问题，以及你输出的这个答案放进去，然后呢 epoch 跑个10次啦，跑个10次来执行看看。我们看一下里面会发生什么东西在这里呢，它会输出 epoch 总共10次，目前跑第一次目前跑第一次。然后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说，这个东西会跑是什么意思这个我们目前还没有讲到，这个叫做 bench， 我们会有一个这个 bench size， 就是说它每次资料一批送进去的话，不是把它
全部送进去，它会根据它的资料的取舍去取一批资料进去。好，因为我们现在有6万笔，总共有6万笔，所以你把6万呢除以1875的话，你就可以知道它是多大的量每次进去哈。就是因为它那个量啊，其实没有设定很大，所以它要搬几次才会完成一个世代啊？它要搬1875次哦，才会完成一个世代。OK，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 loss 值。这里的 loss 值呢，在第一次完成的时候，它是 0.0494哦，基本上啦，通常在 0.0 以下应该都算蛮准的啊。到底是有多准啊？到底有多准？我们看一下准确值哦，大概是80%，好，大概是80%。好，所以经过多次的训练之后呢，我们看一下它的 loss 值有没有下降，从 0.49 降到 0.412，然后中间好像有一些没有变化了，好像有一些没变化。如果说你是训练1000次、2000次的世代之后，你会发现它好像稳定的停在某个位置上嘛，它没有再进一步进展的时候，这个时候再训练下去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意义啊。通常就会建议换其他的方式哦。你看你要去调整模型哦，还是要调整其他的最佳化方法哦，或者是这个时候有时候你去调那个 loss function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别 ，loss function 基本上是根据你的习惯下去看，像我的习惯都是看 NSE。好，准确值呢，它的意思是指说你的这6万份的资料，6万份的考题哦，6万题的考题，它在这里面呢，这一次考试里面答对率有多少哦？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第一次考的话80分80%第二次呢上升变成83分再变84分最后停在84分。这个还有没有办法来进步如果你要它再进步的话很简单好吧，来个20次，20次，毕竟它现在速度很快了来执行看看。那这边要特别讲一下TensorFlow 它本身支援使用 GPU 本身支援使用 GPU。你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说，其实我们并没有特别去写说我程式到底要用 CPU 下去跑，还是要用 GPU 下去跑。现在 TensorFlow 因为你用的是 TensorFlow 的框架，所以呢，他发现它可以用 GPU 下去跑的话，他就直接用 GPU。好，所以呢，你的这个处理速度会比较快啊。如果是我们刚刚前面自己写的那个类神经网络，自己刻神经元，自己刻权重，自己写的话，除非你自己要调这个 GPU 的方法的话，不然的话一定都是用 CPU 下去跑。好，那现在跑8次了我们等它一下在等的过程中呢，我们先回来看一下简报。它在跑的过程中通常我们重点是说，我们怎么样去解读这个模型的训练成效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看我们的损失函数损失函数呢，指的就是你预测结果跟实际结果的差距如果它越接近于0，像我们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这里跑10次一开始是 0.049， 然后呢原本是49嘛，然后变成41，后来它停在10，因为它这里只跑10次好，所以呢，它基本上应该有向实际的结果预测结果有向实际的结果下去做贴近。好，当然为什么我刚刚会讲说我们会开准确值，因为我们要去看说，这6万个考题里面呢，它的分数有没有明显的增加好，它从原本的80分进阶到它可以这个提升到84分，所以它这份资料这个训练这个准确率大概有80%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学员会觉得说那怎么跟我这个前面设计的一样没有错了，因为呢不要忘记我们只有设计2层第一层是什么东西？784个神经元，第二层呢就输出变成4个结果。所以在这个模型之下，你会发现我们自己设计的也好，或是 TensorFlow 设计的也好差不多就是8层。那8层大概就是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啦，可能没办法进到第9层了。如果你想要进到第9层的话，怎么去做？你可能要去加个隐藏层等一下我们来做去看隐藏层怎么样去把它加进去好。那这个准确度呢？这个我们刚才已经提过了，准确度就是我们在训练集里面的资料的预测结果跟实际结果它下去做相比的这个准确度。所以呢，完成10次之后，像目前在我们账面上面看到，它准确度来到 0.84 了，就是 84%。好，来我们回来看一下它现在20次跑完了没有？哇，没有办法来20次跑完之后，现在严格讲起来是30次因为10次加20次总共30次，它了不起就进阶到 0.411还是有贴近一点点，然后呢，它的分数它还是停在84分84%停在84分，大概就是这个模型的极限你会发现，即使你再训练个100次、200次的话，差不多就停在这个地方了，这已经是这个模型的极限。怎么去改善它？你可能要去改变你的模型，或是你要去改变你的这个权重修正的方法。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投影片还有一个使用模型进行预测呢，我们的方法就是直接使用 Model Predict 的这个方法那在这边呢，要注意到的是说它的模型基本上的资料都是整批进去的像是我们刚才在做这个训练的时候，我们把这个 X training 整批送进去这个答案呢也是 Y training 整批送进去。好，
因此呢，如果我们要去做 predict 这件事情呢，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把一张图片送进去，我们必须要把一批图片送进去。也就是说，即使你只有一张要去做预测，你必须把那一张转成一批。好，在这边的做法啦，我们是直接把这个 X training 假设我们要用 training 的它原本训练过的图片，好，然后我们选定某一张图片，然后呢，透过 reshape 的方式把它转成，因为它原本是784嘛，我们必须要转成2828。可是你要记得哦，它的形状必须是符合你在这个类神经网络的那个形状。好，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如果是正确形状的话，我们要用12828的方式把它去做这个 reshape。好 ，reshape 完之后呢，我们就把它送到我们的模型下去做处理。好，那它的预测结果啦，预测结果就是每一个在输出神经元上面的值，其中里面最大的那一个压力最大的那个就是我们的目标。好，那在我们现在目前简报里面其实有提到一个方法叫做 Soulmates。什么时候会用到 Soulmates？ 好，这件事情不做到底行不行哦？好，大家要看说，因为基本上我们只看那个最大的那一个嘛。好 ，Soulmates 的目的是说，如果你这个输出的结果要作为其他模型的输入的时候，不要忘记哦，那个输入的资料都要去压到0到1之间。好，所以这个地方呢，如果你有在输出的时候去搭一个 Soulmates 的话，它会帮你把所有在神经元上面的值压到0到1之间，而且它的压法是怎么样？它的压法是所有的神经元加总起来结果为1，依比例下去做分配。好，所以呢，它就可以让你的结果控制在0到1之间。好，那在我们现在目前案例里面这个是有先提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有做跟没有做基本上没有太大差异，因为我们一直都是看里面哪一个是最大的里面哪一个是最大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呢，我们先随便的选定了一张图片，假设是假设是第一张图。好，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把这张图从这个 X training 里面把它挑出来那记得要把它 reshape 成我们要的形状就是你的那个模型的形状。好，接下来呢，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就顺手做一下 Soulmates 啦 ，Soulmates 也是 TF 这个 NN 里面所提供的这个 Softmates。好，然后接下来我们要从它转换出来这个 result 你只要去做 predict result 就出来了这个 result 里面呢，到底是哪一个最大？我们把它印出来，以及呢，我们把实际上的答案把它给挑出来执行看看。好，所以这个地方呢，你就会看到它跑完之后呢，跑完之后它就会有这一堆资料这一堆资料你要从里面去找出最大的找出最大的。如果你去做 Soulmates 的话呢，它会把你所有资料这里面的资料全部加总得到结果是1就加总起来是1，这是 Soulmates 的特性。然后呢，它就直接下去做分配分配在它的要的那个这个结果上面。好，这里面哪个最大？这里面呢，你如果仔细下去看的话，这个 0.2 是最大的0.2 是最大的。好，所以呢，就代表你的预测结果应该是0预测结果0。那实际上我们看一下啦，目前的这个索引这个第一张的图片答案是0我们预测结果为0，所以呢，它有没有答对？基本上它是正确的。不过不要忘记我们现在目前的准确率呢，我们看这边准确率其实只有84%，84%。所以如果多试几个啦，来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你是选第10张图的话，跑看看预测完之后呢，它跑出来预测结果是3实际上答案也是3这看起来还不错。来第100张图跑看看，那第100张图呢，预测出来是9不过实际上答案是5这时候它就错了为什么？因为它的成功率只有80%它有2成还没有学好，所以要怎么去强化它基本上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之前试过。这个地方应该就只能去增加它的这个隐藏层透过隐藏层的增加，让它学习这一件事情变得更好。好，我们这个单元呢就先讲到这个地方。